近期，在美国的带领下，一些西方国家以及甘愿为美国当炮灰的国家，开始跟随美国的脚步，频繁对中国做出了一些干扰的动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被白俄罗斯总统称之为“美国走狗”的英国。英国为了能够赢得美国的信任，也是不间断的对中国进行打压制裁。可以看到，只要有美国制裁或者打压的动作时，英国一直都是跟随在美国身后的。前两天，英国媒体疯狂炒作中国潜艇在英国航母离开南海后，还秘密跟踪他们的航母舰队。而这件事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后，英国就立马认怂了。英国国防部当即发文降温，称英国军舰在南海与中国舰艇的所有互动都是安全的，不用多虑。不过，虽说英国立马认怂，但最近日本又逐渐扛起了对抗中国的大旗。据相关消息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1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今中国迅速崛起，这对印太地区来说是一项重大的挑战，因此澳大利亚应该和日本共同对抗中国，来解决所面临的困难。岸信夫称，中国实力越发强大，如果在台海地区发生一场战役，中国必定会大占上风，然后足以支配印太地区。因此，澳大利亚应该带领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地区一同抵抗中国，防止中国快速支配印太地区，降低中国“一带一路”在国际上所带来的影响。还希望澳大利亚等国家能够支持日本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有相关分析人士称，日本还真是一个愚昧的国家，他们虽然不知道自己只是美国为了和中国竞争的一颗棋子，区区一个岛国就接连做出挑衅中国的行动，就有点说不通了。这分明就是在逼解放军出手。纵观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日本这个国家确实很奇怪。如果你不敲打它，它就会嚣张；但如果你打它一下，它就会安静许多。对此，张召忠认为，面对日本这个国家，如果我们不打它的话，它就不会长记性，就会跑来惹事儿，所以我们必须得打它。如今日本又来惹事，就是说明他忘记之前吃过的亏了。因此，我们不但要打它，还要把它打服，打得他们长记性为止。只有这样，才不敢再轻易的得罪和冒犯中国了。日本还欠着中国的血债，他们有很强的负罪感，所以日本其实是最害怕中国强大的一个国家，因为他们害怕等中国足够强大后就会灭了它。所以说，我们应该适当找机会，狠狠的教训一下这个国家，找他们算下新仇旧账才行，不然他们还是不会长记性。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为了重返伊核协议，以及维护自己在全球的霸主地位不被动摇，于是就对伊朗展开了疯狂的打压。近期在中东地区就连续发生了多起油轮爆炸的袭击事件，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便异口同声地指责伊朗是这一系列袭击事件的幕后黑手。不仅如此，以色列宣称要对伊朗进行报复，并表示已做好了空袭伊朗本土的准备。英国则紧急随后表示，将计划派出特种部队向伊朗所支持的所谓的恐怖小组予以打击。一时间，伊朗就像摊上了大事一样。尽管多次公开否认自己与近期的袭击事件毫无关系，但是美国及其盟友们就是一口咬定，声称这些事是伊朗干的。所以，当下的伊朗也正面临着以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围堵。在此背景下，俄罗斯果断出手，力挺伊朗。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近日俄军方透露，俄军已经进入了伊朗，并且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与越南、伊朗等国进行相关的军事比赛。对此有分析人士称，俄军在这个时候进入伊朗，绝对不只是参加军事比赛这么简单，因为普京心里清楚，如果在对伊朗极限施压没有任何成效的时候，恼羞成怒的美国很大可能会用军事手段来逼迫伊朗屈服。因此，在这个关键时刻，俄军进入伊朗的举动或许有敲山震虎的意味，在警告美国的同时，也是在告诉伊朗，俄罗斯绝对不会在危难时刻抛弃盟友的明确立场。值得一提的是，俄军抵达伊朗以后，伊朗就像抱上了大腿一样，开始底气十足地对美军的挑衅予以反击。据伊朗媒体近日报道称，一架美军 MQ-9 收割者侦察机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飞行侦察任务时，遭到了伊朗防空部队的开火警告。虽然伊方发射的只是警告弹，但是向美军机开火的举动也确实起到了强大的警告作用。美军机在此以后就被迫快速地撤离了相关区域。很显然，伊朗用强硬的反击向美军展现了自己毫不妥协的立场，而这一开火警告的举动也是让许多中国人坐不住了。他们在赞叹伊朗的强硬做法时，也纷纷表示，我国在面对美军挑衅时，是否也可以来一次开火警告呢？毕竟也只有自身的强硬，才会让美军心存忌惮，从而不敢轻举妄动。
近来，中国和加拿大陷入了充满敌意的对峙当中。关于加拿大商人斯帕福非法提供国家秘密一事件，中国法院于日前以间谍案判处斯帕福入狱11年。一直以来，中国对犯有重罪的外国人都很少网开一面，但在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眼里，中国此举是就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扣一事对加拿大的打击报复。至此，加拿大不甘心，开始对外呼吁给中国施加压力，而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也谴责中国，要求中国立即无条件释放斯帕福。其实，中国审判加拿大犯人与任何其他的事件都没有关系，只是单纯的司法问题。结果在这些国家眼里变成打击报复，到底是自己内心黑暗，还是内心心虚害怕了？西方常干的事，中国根本不屑于去干，也不会去干。就如我国外交部所言，在捍卫国家安全与利益上，中国绝对不允许任何势力指手画脚。中国好说话，但并不代表好欺负。如今这些反华势力想要通过群殴逼中国妥协，反而会激起中国的好胜心，只会让中国越战越勇。这一次中国强势出手，摆明了就是在向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反华势力一个警告：敢损害中国的利益，必须要付出代价。这些年来，中国已经出台了很多规范性法律法规，为维护国家利益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反外国制裁法，更是从法律层面为中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维护自身利益面前，中国手段也越发强硬。制裁不是只有西方会，中国也会。上述也说过，不少反华势力均认为这是中国在打击报复，显然是对中国司法的抹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反映出了反华势力内心的心虚。当然，退一步来说，中国就算打击报复又如何？谁再想与中国对着干，那么下一次报复的很可能就是你。变相来说，中国也是在杀一儆百，告诉其他反华势力不要与中国作对，否则中国绝不客气。再者，中国捍卫自己的利益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总之，中国已经化身成战狼，加拿大惹怒中国，势必会迎来黑暗时刻。至于其他反华势力不想跟加拿大下场一样，就立即停止危险行为。目前阿富汗局势迎来关键拐点。综合报道得知，塔利班正以惊人速度摧枯拉朽。在8月6日至13日，塔利班自称已经攻下34个省会城市的18个，并控制了阿富汗全国2/3以上的地区，而阿富汗政府被闪击战打得毫无对抗之力。从11日的时候，美国情报机构还曾预测塔利班30天内包围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很显然，他们误判了对手的实力。塔利班攻占的最近城市离喀布尔只有50公里了。然而，美英加使馆都没来得及撤，美国已经紧急下令驻阿大使馆销毁敏感材料，大量外交人员紧急撤离。在这一情况下，《纽约时报》透露，美国要求塔利班在即将到来的喀布尔之战中放过美国大使馆。如果保障美国大使馆开放和安全，该组织将获得美国的财政援助和其他援助来成立未来的阿富汗政府。美国又把阿富汗政府出卖了一次。然而，塔利班仍然还是疯狂推进。这个时候，联合国和北约站出来了。8月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态，阿富汗局势已经基本失控，呼吁塔利班立即停止进攻，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如果继续武力夺取政权，只会导致长期内战，或使阿富汗完全被孤立。同时，多个联合国机构也警告，阿富汗正处于人道主义灾难边缘。对此，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态，如果塔利班武力夺取，国际社会将不承认塔利班政府。事实上，以美国为首的霸权团伙在蹂躏主权国家阿富汗20年后转身就走了，留下了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阿富汗。联合国和机构有做过任何谴责吗？20多年了，联合国才发现阿富汗人道主义灾难。澳大利亚无故射杀阿富汗平民的时候没发现，美国轰炸机无差别轰炸的时候没发现。就在前2天，美军还轰炸塔利班，还炸死了几百人。那个时候怎么不站出来？美国及其仆从国才是阿富汗所有灾难的元凶，而中俄的态度备受关注。其实从塔利班代表团接连访问中俄就可见一斑，中俄早已挑明态度，尊重阿主权和领土完整。阿富汗属于阿富汗人民，阿富汗的前途命运应该掌握在阿富汗人民手中，不容外部势力干涉。阿富汗人应该抓住稳定和发展自己国家的重要机遇。撤离南部海域以后，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抵达关岛的消息已得到证实。那里有一个美国海军基地，没想到英国水手在关岛的第1天就发生了丑闻。据俄罗斯人造卫星报道称，2名英国海军军人在关岛因涉嫌参与战斗和性骚扰而被捕。来自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的2名水手，28岁的弗雷泽·马利克和31岁的阿什利·詹姆斯·麦塞尔，离开航母上岸后，进入一家夜总会，骚扰当地妇女，
当地的男子试图保护他，英国水手并没有停止骚扰，于是当地男子和英航母水手发生了战斗。有媒体为了掩饰英军的罪行，帮英军开脱称是英国水手间发生了战斗。上周五，杜蒙市查莫洛法院对2人羁押候审作出判决。英国媒体表示，已准备好协助关岛地方当局调查这起事件。以前经常会听到美军会发生类似的事件，但没想到英军竟然抱着和美军一样侵略者的心态驻扎关岛。可能是长距离的航行导致部分舰员的荷尔蒙失衡，大脑没能控制住自己的身体，但英军部队的管理竟是如此松懈。此前曾报道英航母有100多名舰员感染，到达关岛以后，难道没有进行必要的隔离？关岛在防疫方面心真大，难怪美国的疫情防控如此的不得力。英军的部队纪律值得怀疑，英军士兵的整体素质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高。难道英军也想获得和美军2战以后在日本蝴蝶夫人的招待吗？日本沦落至死，还要随美英起舞？日本女性沦落为统治者讨好他国的工具，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此前日本宣称英国航母编队是受到日本的邀请来进行友好访问，为了加深彼此间的信任将进行联合军演。日本有如此大的诚意，英国竟如此对待日本。英国底层都认为日本是可以玩玩的，日本还想和英国平起平坐。由于美国、日本没能成为正常国家，日本应该及时醒悟，不要昏头昏脑当了美国围剿中国的先锋。日本经济压力因为美国的广场协议而受到重创，日本还要隐痛到什么时候呢？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依赖远大于美国，日本如果想继续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就不应该承受住美军进行的施压。日本在适当的时候应该向美国说不。从英军这次事件可以看出，英军同美军一样正在走下坡路，连澳军也对美军的素质产生怀疑。前澳军少将吉姆·沃兰表示，美军在联合军演中经常遭遇惨败。澳大利亚已经表示无意与中国对抗。英国和日本期望美国能给什么糖来安慰呢？可能只有美国的 F-35的技术转让了吧。